接下來我們會特別來關心到的是，日本在這個時候突然間鬆口，可能會造核潛艦。中國大陸呢，根據了解日媒的報道，可能是備戰準備登陸嗎？美國接下來撐不撐得住整個東亞的情勢，我們就會就這些議題一起做關心。今天3個火線話題，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在這一場中國大陸的軍演之後，日媒是立刻站出來指控，他說解放軍動用了民船，架了800公尺的戰橋。這個是不是已經在為登陸台灣做實戰準備呢？這第一個問題。第二個事情，高市早苗竟然在此刻已經這個彼此的關係這麼惡化的時候，又談了不排除造核潛艦和選項，是被中國逼出來的防衛升級，還是日本主動把東亞又推向了更危險的境界呢？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美國是持續的默許的嗎？接下來會來關心到的是中俄其實現在也同步的施壓，雙線的戰場也在升溫，這是在測試美國極限嗎？如果真的出事了，美國來得及來援助馳援東亞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這是最新消息哦，在大陸的這一場圍台軍演習之後，日本媒體是馬上出手，並且呢拉高了警報。這是来自於日本的讀賣新聞的最新的評論。他說，大陸動用的是民間的滾裝船，並且架了這個戰橋哦，透過軍民聯手來強化對台的登陸能力。他也在這邊特別提到了這些細節，說解放軍一共是動用了3艘搭載這種可折疊式的戰橋的船隻，架設了大約長達800公尺的海上通道。日本跟美國都研判，大陸正在系統性的把民間的這些船舶納入在未來的作戰體系當中。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將軍怎麼看有關於日媒的這些說法？難道解放軍是真的已經準備進入所謂的實戰準備期嗎？將軍怎麼看？確實如此哈。我們都知道，如果說大陸要武統台灣的話，勢必要渡過台灣海峽哈。那這個台灣海峽，你就必須要2棲作戰登陸。2棲作戰登陸哈，其實第一波上來並不難，難的是它後續的持續戰力怎麼樣源源不絕的把這個戰力運上來。你知道，所有作戰裡面最頓重的就是後勤哈，後勤也叫做輜重。你從這名詞就知道，這重量是很重的。我們不要講別的。光一挺機槍哈就7、8公斤以上哈，那如果說一箱彈藥都10幾公斤，那只是步槍彈，如果炮彈的話，那更不得了。通常第一波只是輕裝部隊上來，然後如果你上来之後，那這個守備部隊一定會用重裝的部隊哈，比如說戰車部隊、裝甲部隊，將你重新將你殲滅在灘頭。所以這個時候後續源源不絕的重裝還有武器的供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個上來以前來講的話，如果靠着登陸艇來講的話，是遠遠不夠的哈。一艘登陸艇，你頂多就是帶一輛卡車，然後上了岸之後啊，你要再退回去，再裝第2批貨，再上到岸，這個太浪費時間了。所以最好方式就是能夠從海上卡車或者戰車哈，用這個接駁的橋樑一輛一輛的直接送上來。你看看啊，部隊上岸之後，第一個這個士兵要吃飯。大概每一個人的體力，你大概就要吃飯。第二個，這個要有彈藥，要有油料，要有戰車，要有火炮，哦，所以你必須要有橋樑。你說光靠輕裝部隊，那大概這個仗半天就結束了。所以源源不絕上來。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啊，這個當然如果說用這種戰橋來講，我認為說能量還是不夠的。以這個2次世界大戰，我們看諾曼底登陸來講的話，它用的是人工碼頭，人工碼頭靠上去以後，然後後面其實源源不絕送上去，但最後它最初的目標還是奪取一個港口，叫做社保哈。奪取社保之後，它可以利用港口以後將它的貨輪靠到碼頭，戰車才可以下來，貨品才可以上來。那現在來講，解放軍說靠到碼頭，你還要有碼頭，要有設施，要有起重機，這些才可以將這些裝具掉下去。所以解放軍現在來講的話，它除了這個戰駁，可能是為了建立灘頭堡這第一道的作戰工事，建立灘頭堡，然後擋住敵人的反擊部隊。後續他要再上來，要繼續發動攻勢的話，就必須要奪取一個港口。比如說我們經常在討論的，不管是我們台灣來講的話，台北港、台中港或者是高雄港，甚至於永安漁港這些港口。那靠了這些港口之後，我們台灣會怎麼做呢？我們當然知道你會這樣幹了，所以我們會將碼頭的設施給你破壞掉，對不對？把你起重機弄自己將這個
這港口封鎖起來，把這個機具給弄壞掉，讓你沒辦法運用。所以解放軍他又用了第二招，這叫什麼？叫做滾裝貨輪。滾裝貨輪它就是，我就知道你會把起重機給我關掉，我沒辦法用起重機。對，我貨輪靠上去以後，我這擋板一放下來。以前我是運比亞迪的車子的，或運怪手運推土機的這些貨船，我裡面就可以裝個坦克車嘛，裝個戰車嘛，裝個輪型車輛。我只要有個碼頭，這個甲板一放下來，我後面的不管是這個卡車、戰車、火炮，源源不絕就可以。等到下來之後，當然就可以發動攻勢。所以它除了這個戰橋之外，它還有滾裝貨輪，這都是為了做攻台登陸作戰的各項的兩栖作戰的準備工作。好，這個是這個日媒特別就這個解放軍這一次的軍演的動作，也做了一個在軍事上面的一個分析。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最新還有另外一個消息是有關於日本是不是會造核潛艦，也就是在中日關係如此的緊張之際，沒有想到在這個時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突然間他接受了讀賣新聞的專訪，他就鬆口說不排除引進核潛艦，並且稱日本需要為類似俄烏戰爭的長期衝突做好準備。另外呢，媒體報道他可能也會為了修訂安保三法來做鋪路。安保三法當然就是劍指中國大陸之外，甚至也觸碰到了所謂的非核三原則，會去做鬆綁。那在高市講完這些話之後，我們來看到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是立刻跟進配合這個高市早苗造勢他登上了美軍的核潛艦考察，並且他也說應該確實日本應該討論一下有關於核選項。那這套日本版的俄烏劇本就是立刻遭到了專家質疑，他們認為說你烏克蘭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樣的情境烏克蘭是背靠這個北約的大陸國家，補給線當然很通暢，不像日本日本是四面環海的，周邊有這些中國大陸、俄羅斯跟朝鮮三個永和強權。美國你隔了一個這麼遠的太平洋，根本很難馳援吧？所以高市早苗這個時候講了這些話，究竟是要防衛自保，還是他會讓這個整個東亞又陷入很危險的境界？美國現在是在默許日本的這些動作嗎？委員又怎麼看？都是。答案都对。首先，日本的右派很早就在主張要修改安保三文件，主要的核心、最重要的就是要廢除非核三原則。因為在日本的安保體系裡面，不持有核武器，然後不製造核武器，不進口核武器，卡住了日本的核武器的發展空間。那這樣子的一個國會通過的一些政策法令，這右派說這個不算數呼呼的重新來要持有、要製造，還要進口，三個都要。當然呢，面對的阻力，除了日本國內有反核團體啦，也有左派的力量全世界基本上都是反對的。但是注意到美國不吭聲，就表示美國說你們去討論看看，他在放風聲、觀風向。所以完全不吭聲，因為你也不能說你贊成，到時候箭頭到你了，你也不能說你反對，因為你心中竊喜。美國人的算盤是這樣子，所以美國人默認是有他這個策略。如果大家都反對就暫緩；如果好像反對沒有很強烈那就開始在做所以處理掉這個非核三原則，核子動力船、潛水艇就簡單了，因為它可以像澳洲一樣便捷我是核子動力我沒有核子武器我保證裡面沒有裝核子武器的設施跟平台，就跟美國的維吉尼亞潛水艇一樣，只能夠攻擊水面戰艦或攻擊陸地上面的目標，但是本身沒有裝核子彈的設備，可不可以區隔？可以。那可不可以改裝？也可以所以這兩種東西就看你怎麼辯護。但澳洲顯然是辯護得很成功。那日本會講說，澳洲都辯護很成功，為什麼不行？然後韓國都要有了，為什麼不行？所以他想要透過核潛艦作為第一步突破日本做核子武器的這樣的限制。那全世界最容易做核子武器的，就是沒有核子武器最容易做核子武器的國家就是日本，因為他不要像伊朗那買那個鈾來，離心哇好辛苦因為最好的離心機是什麼？核燃料核電廠。那日本這麼多核電廠，經過幾年然後他做核循環，就燃料棒燒完了以後拿去把它加上一些
外面的表面的處理了完以後，我們這個出來新的燃料棒叫 MOX， 就是氧化金屬物，可以再拿回去再燒一次。那可是中間就會刮下了很多布就是做核子武器的原料。那這麼多年以來，日本已經獲得美國的許可，可以做這個核循環。那中間產生的布已經有40公噸，40公噸可以做差不多5000顆1萬噸 TNT 的核子武器，那對日本來講，它不需要離心機啊，它馬上就可以做了。它現在缺的是平台。是導彈，是飛機這樣子而已哈，所以右派覺得我這樣子做完了以後，我有核武器，我有核潛水艇，未來我還會導彈啊等等的武器出來之後，我就可以對中國大陸採強硬態度啦。我幹嘛？你叫我投降我就投降啊！你說叫我承認南京大屠殺，我就承認了。日本就全部跟你否決掉了。所以這個是一個中日關係非常大的轉折。好，就在此刻，我們看到中日關係陷入極危險的一個境界的時候，北京針對了高市早苗的這一系列的談話，也做出了隨即的反應。我們來看到是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的最新談話，他痛批說呢，日本領導人挑戰大陸的領土主權跟二戰的歷史結論，也警告說不要再讓軍國主義復活了。那大陸也。這個媒體也特別點名了有關於日本現在內部自己經濟陷入3大困局，但是你卻在這個時候還有心情挑釁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他點出日本經濟3大的困局，包括日元貶到34年新低，國債殖利率衝破2%，政府債務更是超過 GDP 的260%，即使央行緊急升息也無效去拯救哦。那解放軍圍台之際，我們也看到俄羅斯在這個時候也同步表態，也就是說，在今天的1月1號元旦開始，他會在北方4島展開為期2個月的實彈軍演，力挺大陸到底。現在看起來是中俄同步施壓，那日本跟台灣會不會陷入雙線的一個風險當中？賴老師又怎麼看？同時也看一下王毅的談話。我們看一下日本到底是不是在改變整個國際戰後的國際秩序？確實是已經改變了，而且這個會引起重新的一個思考。很簡單，過去日本在戰後他戰敗投降，他長期以來。它都是美國的安全系統下的保護國，所以它是被保護的國家。第二個，它沒有攻擊性、侵略性的武裝力量。第三個，它的憲法規定它是不能夠用武裝的方法來解決國際爭端，所以我們把它叫做非戰憲法或者和平憲法。這樣的情形，日本不構成東北亞區域間的任何一個威脅，所以俄羅斯也好，中國也好，或者是朝鮮、韓國等。相關的國家不會把日本當成一個威脅源，對國際秩序或者安全有破壞改變的這樣的一個國家。但是軍國主義起來的時候，他已經悄悄的把日本轉變了，這個也跟美國有關。我覺得美國可能還沒有體認到日本已經開始在進行本質上的一個變化。日本的軍國主義，他越來越主張他要發展攻擊性的武器，他的武器也要出口，然後他要把他的軍隊要變成正常化的一個軍隊，也就是不再是自衛隊，而變成一個軍隊。好，他現在又要開始希望說他擁有這個核武的力量，所以他要修改憲法，他可以用武裝力量來解決國際爭端，所以他等於是要介入涉入國際之間、區域間的問題了。啊，那問題就來了。當日本越來越失控，美國最後能不能完全掌控住日本，這又是對美國來講也是一個問題了啊。那你想，當日本它開始在做本質的改變的時候，它也要擁有核子武器。那它要擁有核子武器，那俄國會不會感受到威脅跟安全上的不安全感？會。例如說，俄國在歐洲部分裡面，他就感受到這個北約國家對他的威脅。不然的話，為什麼會有這個烏克蘭的一個戰爭？你看，烏克蘭的戰爭還在打，烏克蘭的無人機可以打到這個普丁的住家，啊，這個代表什麼意思？代表說這一塊地方對俄羅斯來講真的是無險可守，所以他必須要建立一個廣大的緩衝區。緩衝區裡面一塊就是烏克蘭，一塊就是白俄羅斯。那現在整個北約也已經在改變這個國際戰後的秩序的情形下，對俄羅斯來說，他就只能夠被迫把他的核武器往前推了。
那他現在的核武器已經要往前推到白俄羅斯，所以他的榛果導彈也已經部署在白俄羅斯，白俄羅斯也有裝核彈頭了。那白俄羅斯一過去就是北約相關的國家，所以歐洲的國際秩序在改變了。如果日本一旦也開始要擁有核武，開始在研究開發核武的情形下，俄國也一定會在遠東這個地區部署核彈頭了，他一定會這樣做。所以目前來說，他在元月開始2個月，他要在北方四島進行軍事演習，我們就不能不排除俄國有可能把核彈頭往這個遠東地區一旦部署。如果俄國在北方四島部署核彈頭，在遠東跟美國交接的地方也開始部署核彈頭，特別是中程的彈道導彈的話，這個馬上就改變了東北亞的局勢。日本一旦擁有了核彈頭，擁有了核子武器，或是朝這個方向走，它威脅的不只是俄國，也威脅中國，也威脅朝鮮，也威脅到韓國。韓國也要擁有核武器。那這個整個東北亞的安全局勢就轉變了。難道韓國人不會重新去想，你當時也侵略過我？難道美國人不會去想，你日本人也曾經侵略過我？而當現在的日本越來越衰敗的時候，軍國主義會不會回到他過去？當日本在走下坡的時候，發動對相關國家的戰爭？所以我覺得，日本相當有可能把整個東北亞的局勢做改變。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